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女人到了70岁高龄，人生变故会有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生，可能配偶早已离世，有些女人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度过晚年，有些女人选择再找一个老伴。纵观女人的一生，仿佛都需要感情贯彻其中。相比男人而言，女人更是感情丰富、非常敏感与感性的生物。她们需要被爱、感受爱及依赖爱，是为爱而生的灵魂。那么女人年过70，她们还会需要爱情吗？李奶奶今年74岁了，目前独自一个人居住。自从老伴因病去世之后，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，身体非常不好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只要我身体不舒服，老伴就会对我细心照顾，直到我身体康复为止。老伴去世之后，当我的身体有病痛时，就只能靠自己硬生生地扛过去。虽然我有一儿一女，但他们都工作繁忙，每个人的家里都有着一大堆的家务事要处理，生活压力巨大的女儿们自顾不暇，所以就顾不上我。既然我帮不上儿女的忙，就不愿意给他们添加麻烦，所以哪怕我的身体再难受，也从来不告诉儿女们，省得他们为我担心。每当我感觉到身体不适的时候，就只能扛过去，我就独自在家硬扛。实在扛不过去的时候，我就去医院住院。反在医院里有护工，只要舍得花钱，就不愁没人照顾。每次我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，虽然有护工照顾我，但每当看到别的老年人都有另一半陪伴在侧，我就会非常羡慕。据我观察发现，绝大多数的住院老人能随时陪伴在身边的，只有自己的老伴。他们的儿女最多来看望一下就走，根本不可能指望儿女们放下工作来照顾父母。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老了，在身体没有病痛的情况下，一个人过日子也未尝不可。但是人吃五谷杂粮，怎么可能没有病痛？一旦有了病痛，老伴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。如果我从自己的内心出发，其实非常想给自己找一个二婚老伴，而我的儿女们，他们根本不认为我身边需要一个二婚老伴。儿女们认为我既然已经是70多岁的古稀老人，肯定不需要再找二婚老伴。实际上，我不仅需要二婚老伴，并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二婚老伴来照顾我。可是我的儿女们不提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毕竟我是儿女们的长辈，又那么大的年纪，说这种事情实在太难为情，所以我只能选择默默的忍受，不知道哪天才能有缘找到一个满意的二婚旅伴。陆奶奶，我今年76岁，老伴在去年因病去世。自从老伴去世之后，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，感觉自己的感情再也找不到寄托。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女人，她都会需要感情的寄托。如果女人身边没有男人的陪伴，她的生命就不可能被称作完整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虽然我没有吵架，但正是因为有争吵，我们的日子才更加有烟火气。从老伴去世之后，虽然再也没有人令我生气，更没人和我吵架，但身边空我一人的日子，让我越过心里就越发慌。我害怕那种有苦无处诉，有欢乐无人分享的寂寞感受。我害怕每天一个人出出进进，感觉自己是那么的孤苦无依。我多想在自己身边站着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能够给我依靠，让我获得更多的安全感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我从未有过害怕的感觉。自从老伴去世之后，我就非常害怕一个人在家里待着。我害怕有坏人入室抢劫，害怕晚上独自待在黑漆漆的屋子里，独自一个人生活。
总是不断的有令我害怕的事情发生，让我深深体会到男人的重要性。如果有可能，我打算尽快给自己找一个二婚老伴，哪怕我已经是76岁高龄，但依然需要男人。我需要男人时时陪在我身边，给我带来温暖和踏实的安全感。我是个敢想敢做的女人，我曾经和儿女们提过这件事，我甚至让儿女们帮我介绍二婚老伴。我不需要二婚老伴的钱，我只需要他能够天天陪在我身边就好。儿女们对于我找二婚老伴的事情非常不理解，他们说我肯定是疯了，还骂我是老糊涂。他们说，难道一个人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好吗？非要给自己找个糟老头子，不讲伺候他，还有可能被他骗钱骗物。我才不认为自己是老糊涂，反而认为儿女们太糊涂。他们都是成双成对，旧饱汉不知饥饿汉，根本不理解我独自生活的苦处。我除了一套房和每月不多的退休金，就身无长物，老头子能骗我啥？我实在无法理解儿女们的想法。以我的经济条件，别人应该防着我才对，根本轮不上我防着别人。儿女们不愿意帮我介绍二婚老伴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早就托熟人帮我物色二婚老伴，如果有合心意的男人，我会尽快和他再婚。我觉得有男人陪伴的日子，才能够称得上生活。一个人孤苦伶仃度日，那只不过是麻木的活着而已，毫无生活的乐趣。吴奶奶，我今年79岁，还差1年就是80岁的老人。虽然我在别人眼里早已经是大半截入土的人，但我依然希望给自己找个老伴，并不会因为我剩下的时日无多，就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我的初婚老公去世之后，我曾经有过一段20多年的再婚经历。我的第二段婚姻总体而言还算幸福，除了第二任老公命不长，没能陪着我直到终老，他就没有其他地方让我感到不满意的地方。我的2任老公都对我非常好，他们将我当作宝贝一样宠爱，让我尝尽了幸福小女人的滋味。我和2任老公都分别生了孩子，我和初婚老公生了一个儿子，和二婚老公生了一个女儿。虽然我的2任老公都对我很好，但是我的儿女们却都和我关系不和。儿女们说我是个自私的母亲，只顾着自己贪图享受，却没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伸手相助。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自私，而是我的儿女太自私。我将他们抚养长大，资助他们成家立业，早就完成我作为母亲的责任。为什么我退休之后还要为他们带孩子，帮他们筹资金，劳心费力？儿子生下第1个孩子的时候，就让我去他家帮忙带孩子。他们说雇保姆带孩子不仅费用高，还不能使人放心。既然我是孩子的亲奶奶，孩子交给我带才最放心。而且我帮他们带孩子不会找他们要钱，我一口回绝了儿子，说我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退了休，可以在家里享受安逸的生活。我只想在自己的家颐养天年，除了自己家我哪里都不去。从我拒绝帮带孙子之后，儿子从此就和我结了怨。他说别人家的奶奶都是主动帮带孙子，只有我推三阻四的只顾着自己享受，根本不考虑年轻人的生活压力。我才不管儿子开不开心，我只需要取悦自己就行。我活了一大把年纪，早就把很多事情看得通透，即使我劳心费力的帮儿子带孩子，也只不过是做了无用功而已。因为儿子根本不会记我的好，儿子没隔2年又生了2胎，如果我心软将2个孩子带上幼儿园，最起码要花费6年时间。我才没那么傻为儿女做无私的奉献，我有自己独立的生活，才不会为了儿女就浪费掉自己的好光阴。女儿结婚的时候没钱买房，结婚7年之后，小两口终于存下一笔钱，就打算买一套新房。
新房的首付款还差10万块，女儿就开口找我借钱。我根本不会借钱给女儿，因为我怨恨她当年不听我的话，执意要嫁给一穷二白的女婿。既然她当然不听我的话，我凭啥要帮她？因为我没借给她钱的事，女儿就一直记恨我，和我完全没有了母女感情。虽然儿子和女儿和我都不亲，我也并未放在心上，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公还活着，我根本不会感到孤单。自从老公去世之后，我就总感觉自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儿女们一年到头都不来家看望我，我每天都是一个人待着，日子实在难熬。我多想找一个男人让我不再孤单和寂寞。以前我从未体验过一个人独自生活，自从老公去世之后，我就发现一个人独自生活实在难熬。只要有一丝可能，我就会给自己找一个老伴。我觉得有男人陪伴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加快乐。总之，现在是老龄化社会，谁家里都有老人，虽然有的老人年过70，但是他们也需要爱情的滋润，也需要异性的陪伴。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老了就不再需要男人的陪伴和滋润，他们依然也有着丰富的情感，希望自己能够有男人依靠，能够被男人宠爱，能够和男人幸福的安度晚年。他们也会害怕孤独，害怕独自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。他们也希望拥有一份爱情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需要平淡是真。对于老年人找老伴这件事，我们需要用尊敬的眼光去看待，毕竟每一颗心都需要周围人的善意来温暖它。这世界上没有人不愿意靠近温暖，无论年纪多大，每个人都拥有享受幸福的权利。希望所有的老人不管在什么阶段，都能够遇到真心相待的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